有喷子经常说东莞企业倒闭了，东莞经济衰落了，然后中国的经济就要衰落了。在疫情前后，肯定是有企业倒闭的，但是你知道，在东莞每天有多少人注册企业吗？注册公司吗？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营了13年的东莞最大玩具代工厂和俊玩具厂倒闭，不少人将之视为东莞企业的倒闭潮。倒到现在，2022年，仍有人叫嚣东莞企业倒闭潮。然后就是中国经济崩溃论。与2008年相比，国内更加严密的生产环保法规让企业难以抵御经济形势疲软的困难和挑战。确实有企业因为国外的疫情仅仅能勉强维持订单，有企业选择了转移到东南亚。但是创新型的企业却在同期经历了快速成长，有上市企业业绩甚至上涨数倍。我朋友的数字公司上个月刚刚上市，还有个做智能垃圾桶的老板，刚刚把5万块钱的小车换了那个小鹏绿色的30多万的机器手臂的那一款车。这表示什么？表示他们赚钱了呀。就是这以前也是同样的，有人亏钱，有人赚钱，这是很正常。但凡你只要是一个成年人，或者是那种做事情的，带过成年人，专注在做事情的上，你都不能轻易的得出这样的结论：东莞经济怎么样？中国经济怎么样？最早的发展导致土地资源呢基本上开发殆尽，比如东莞老莞城区不如现在的东城南城，深圳罗湖不如现在的龙华。早期的规划它是具有局限性的，导致一些地方呢它已经实质上的衰弱了，比如罗湖。它已经比不过宝安、龙华、光明这些关外的区域了。以前的樟木头也是多么的热闹繁华呀，小香港。但是现在它是不如产品了，说白了就是土地不够。这是个土地为王的时代，旧城市土地资源稀缺，谁有土地资源，谁就有着后发的优势。没有多余的土地，只能依靠不确定性的旧改、修修补补，大框架改不了，做不了高规划。20多年前，东莞到底是啥样呢？我曾经找工作，从把黄江走遍，还走到大朗，周围这几个镇吧，基本上都走过。20年前的东莞，那除了那时候的外资啊、台资，本地工厂就跟自家的加工店似的，一扇铁皮门，门跟前卧着一条凶巴巴的大狗。老旧的厂房，设备老旧，员工宿舍条件当然不会好到哪里。你说这样的厂，而且还占地非常广，一两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强迫劳动力这样的工业区，政府当然想改造了。我也见过一家台资厂，有理由怀疑厂房是他家自己买下的，和私人办公室是隔开的。他的私人区就像世外桃源，花园足以让我迷路。你说这如果不是私人的话，不挺浪费土地的吗？那时候我亲戚在黄江豫园工业区上班，台资工业区就是豫园，现在都一部分搬到江西南昌了，一些搬到越南。我问过那些在越南的中国老板，基本上都后悔的要死，没有中国的完整产业链，效率降了。还有一些
嗯，网上有人对比过耐克中国产和越南产的质量，你们自己慢慢看吧。台湾人搬到越南啊、印度啊，挺好的。相比的是，德国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投资的巴斯夫一体化基地项目举行了投产仪式，在9月6号，该项目总投资大约100亿欧元。这种情况就像你身边的小店儿，我们市场旁边有一家店铺吧，每年他总是要换3、4个老板，一会儿饭店，一会儿杂货店，一会儿什么店。这还是疫情前，我也不知道这些老板为啥这么冲动，3、4个月就关门了。开店前不调查一下吗？考察一下市场行情再做生意吧。关门的时候，你能说这个因为这一家店儿没考虑清楚，然后你就说东莞经济就不行了吗？他没过1个月，他又换成了其他店的新老板，就是新行业，没有哪一个老板能做满1年的，就是这样来来往往的，我们都习惯了，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是这样感觉。再看现在的现代化产业园，长平珠宝产业园是哪个房产投资的？我忘记了，几乎全是深圳过来的企业吧。深圳房价均价是5万1平方啊，看来东莞很划算嘛。这个厂房它是可以买卖的，6000多1平方可以哦，好像是6000多吧。把他自己的房子卖了，然后过来投资一个厂房，赚麻了呀！厂房现代化，22层一栋吧，大概。当然每一栋它实际情况它不一样的，或大或小，每层的大小也不等，有2000平方一层的，也有1000平方一层的，一层2户2个房产证吧。这样的话，买500米拿出来出租，我觉得很划算呢。或者是在长平租个办公室，像2018年的话，毛坯房是11块钱、18块钱1平方这样的办公室，是不是很划得来呀？正常情况下，以前的酒店是不是都要30块钱1个平方这样子，或者40多，深圳那50多，那就很正常啊。然后还也有20多块钱的，这种创客公司这种办公室啊，也还是可以的。总之比在深圳划得来，是一个深圳人最好的一个投资方向。总之呢，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年轻人，刚刚准备创业，资金又不多的，就来东莞还是比较划算。像产品，比如说你租一个这样子创客公司作为办公室，30平方的，一个月差不多也就1000块钱多一点点呢，包括水电一个月。然后20-30平方吧。然后再租一个房子，然后带洗手间、带电器、带床的，才500-600块钱。这样算的话，你一个月，1500，就算2000吧，包括水电这样是，一个月2000块钱的费用，完全负担得起，对吧？这个也不贵，很适合年轻人创业。